非暴力沟通，沟通技巧的艺术是由马歇尔·卢森堡 （Marshall B. Rosenberg） 所著的一本畅销书籍。它提供了一种富有同理心、尊重和解决冲突的沟通模式。以下是这本书中的重点：非暴力沟通 （MVC） 的4个组成要素。观察 （Observation），客观地描述情况，避免评判或解释。感受 （Feeling），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而不是隐藏或假装。需求 need 识别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，尊重并寻找共同满足的方式。请求 request 清晰的请求行动，而不是使用命令或要求。倾听他人的深层需求， MVC 强调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，倾听背后的真正意图，而不仅仅是表面的言辞。建立共情和联系，通过尊重、接纳和同理心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促进真正的沟通和理解。解决冲突 MVC 提供了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，鼓励双方聆听彼此的感受和需求，并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采取指责或攻击的态度。自我表达，学习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、感受和需求，同时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意识到语言的力量， MVC 强调语言对人们情感和行为的影响，鼓励使用言辞来建立联系和促进理解，而不是伤害或分离他人。实践和应用，书中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和练习，帮助读者理解并应用 MVC 的原则和技巧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沟通方式。总的来说，非暴力沟通，沟通技巧的艺术旨在帮助人们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促进理解和共情，解决冲突并创造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非暴力沟通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MVC 的4个组成要素是观察 Observation 感受 Feeling 需求 Need 请求 Request。 下面对每个要素进行详细描述。观察 Observation， 观察是指客观地描述当前所面临的情况，而不是带有评判、解释或评价的陈述。这意味着使用客观的语言描述事件、行为或情境，而不是对他们进行主观的解释或评价。观察的目的是确保双方对事实有共同的理解，避免混淆或误解。例如，一个观察的陈述可能是：今天晚上你回家后，没有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做饭。感受 Feeling， 感受指的是个体在面对某种情境或行为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，这包括了喜悦、悲伤、愤怒、焦虑等各种情感。在非暴力沟通中，重要的是识别并清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将情感混淆于评价或指责之中。举例来说，一个与观察相关的感受可能是：我感到不被重视和疏远。需求 Need， 需求指的是个体内在的渴望或期待，是为了满足个体生活的基本要求而存在的。需求是人类的普遍性，并超越文化或个人的差异。在 MVC 中，识别并表达自己的需求有助于增进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，以及更好地寻求共同满足的方法。例如，与前2个要素相关的一个需求可能是：我需要被尊重和关心。请求 Request， 请求是表达个体期望对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或行为，而不是简单的提出要求或命令。请求需要清晰、具体，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权和选择权。在 MVC 中，请求是基于尊重和合作的基础上提出的，而不是基于控制或权力的。举例来说，一个请求可能是：你能否今晚帮我做一顿晚饭？综合起来，这4个要素构成了非暴力沟通的核心，帮助个体建立起更加尊重、理解和合作的沟通方式。通过观察、表达感受、识别需求，并提出请求，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，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解决冲突。倾听他人的深层需求是非暴力沟通 MVC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这个过程涉及到在交流中更深层次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，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言辞或行为。以下是详细描述。倾听是一种积极的专注的行为，通过专注于对方的言辞、肢体语言和情绪表达，以真诚的兴趣来理解对方所传达的信息。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听到对方说话，而是尝试理解他们的内心体验和需求。
感受，在倾听他人的深层需求过程中，理解对方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这需要更敏锐地观察和体察对方所表达的情绪和情感状态，并在沟通中体现出对这些感受的尊重和关注。需求，真正的倾听不仅仅是听到对方所说的话，还包括对他们的深层需求的理解和体察。通过倾听并识别他人的需求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动机、期望和渴望。这种理解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和共鸣。同理心，同理心是倾听他人深层需求的关键要素之一。通过将自己置于对方的角度，尝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情感和体验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共鸣和连接。同理心不仅仅是理解他人的感受，还包括对这些感受的接纳和尊重。非语言沟通，在倾听他人的深层需求过程中，非语言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听到对方的言辞之外，我们还应该注意他们的肢体语言、面部表情和声调变化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内心感受和需求。通过倾听他人的深层需求，我们能够建立更加真实和有意义的沟通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，从而促进更健康、更和谐的人际关系。建立共情和联系是非暴力沟通 MVC 中的一个重要目标，它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连接。以下是关于建立共情和联系的详细描述。理解对方的感受，在建立共情和联系的过程中，首要任务是努力理解对方的感受。这意味着积极倾听并尝试体会对方所经历的情绪和情感状态。通过倾听并识别对方的感受，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内心体验，尊重对方的感受。建立共情和联系的过程中，尊重对方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意味着不仅仅是理解对方的感受，还要尊重并接纳这些感受，不论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。尊重对方的感受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尊重的关系。表达同理心，在建立共情和联系的过程中，表达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表达对对方感受的理解和同情，我们能够向对方传达出我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连接和理解。分享自己的感受，建立共情和联系的过程不仅仅是关于理解对方的感受，还包括分享自己的感受。通过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，我们能够让对方更好地理解我们，并促进更深层次的沟通和连接。共鸣和连接，建立共情和联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鸣和连接。通过理解、尊重和分享彼此的感受，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更真实、更深刻的连接，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支持。通过建立共情和联系，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加真实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，从而促进更健康、更和谐的社会环境。解决冲突是非暴力沟通 MVC 中的一个关键方面，它旨在通过尊重、理解和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冲突，从而实现双方的需求和利益。以下是关于解决冲突的详细描述。倾听双方的观点，解决冲突的第一步是倾听双方的观点和立场，这意味着积极倾听双方的意见、感受和需求，以确保双方都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。识别冲突的核心问题，在倾听双方的观点之后，需要识别冲突的核心问题，这可能涉及到双方的需求、期望或价值观的冲突。通过识别冲突的核心问题，我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寻求解决方案，共同寻求解决方案。解决冲突的关键是共同寻求解决方案，这意味着双方需要以合作的态度来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，并尝试找到满足双方需求的共同利益点。使用我语句，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，使用我语句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意味着表达自己的感受、观点和需求，而不是指责或攻击对方。使用我语句有助于建立更加开放和尊重的沟通氛围，尊重对方的需求和感受。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，尊重对方的需求和感受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自己的需求，还要考虑对方的需求，并寻求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寻求妥协，解决冲突通常需要双方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，
这意味着双方可能需要放弃一些自己的需求或做出一些让步，以实现双方的整体利益和和解。建立持久解决方案。解决冲突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，还要考虑建立持久的解决方案。这可能涉及到双方对于未来相似情况的预防措施或协议的制定。通过以上方法，可以帮助双方更有效地解决冲突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，并建立起更加健康和和谐的关系。自我表达是非暴力沟通 MVC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它涉及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、观点和需求，同时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以下是关于自我表达的详细描述。识别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在进行自我表达之前，首先需要识别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这意味着对自己的内心状态进行反思和体察，清楚地了解自己当前的情绪和需求是什么。使用我语句。在进行自我表达时，使用我语句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意味着表达自己的感受、观点和需求，而不是指责、评判或攻击对方。使用我语句有助于避免让对方感到被责备或被指责，并促进更加开放和尊重的沟通氛围。清晰地表达观点和需求。在自我表达时，需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，以便对方能够理解并做出相应的回应。这包括了使用明确的语言、具体的词汇和清晰的陈述，避免模糊不清或含糊其辞。倾听对方的反馈。自我表达并不意味着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也需要倾听对方的反馈。这意味着接受对方的观点和感受，并尊重他们的反应和回应。倾听对方的反馈有助于促进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。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自我表达的过程中需要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，这意味着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时，考虑到对方的感受，并尽量避免伤害或冒犯他人。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有助于建立更加健康和和谐的关系。诚实和坦率。自我表达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诚实和坦率，这意味着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而不是隐藏或扭曲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诚实和坦率有助于建立真实和信任的关系。通过以上方法，可以帮助个体更有效地进行自我表达，清晰地传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，同时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，从而促进更加健康和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意识到语言的力量是非暴力沟通 MVC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它强调了语言对人们情感、行为和关系的深远影响。以下是关于意识到语言的力量的详细描述。影响情绪和行为。语言可以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。通过使用积极的、支持性的语言，我们可以增进他人的积极情绪，激发他们的行动力和自信心。相反，负面或攻击性的语言可能会导致他人感到沮丧、愤怒或挫败，塑造关系和氛围。语言也可以塑造人际关系和交流氛围。通过使用尊重、理解和支持的语言，我们可以建立起更加健康、亲密和和谐的关系。相反，使用冷漠、批评或攻击性的语言可能会破坏关系，造成隔阂和冲突。表达和理解。语言是表达和理解的主要工具，通过清晰、明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需求，我们可以确保他人准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和期望。相反，含糊不清或误导性的语言可能会导致误解和沟通障碍，塑造自我认知和态度。语言不仅影响他人，还影响我们自己的自我认知和态度。通过使用积极的、自我肯定的语言，我们可以增强自信心和积极心态，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。相反，负面或自我否定的语言可能会导致自卑感和消极心态。创造和改变现实。语言具有塑造和改变现实的力量。通过使用积极的、激励性的语言，我们可以激发他人的潜力和行动力，促使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相反，消极或负面的语言可能会阻碍人们的成长和发展，限制他们的自我实现。通过意识到语言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更加谨慎地选择和应用语言，以实现更加积极、健康和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同时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。根据非暴力沟通 MVC 中的实践和应用，
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将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技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，通过练习和实践来提高沟通质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以下是关于实践和应用的详细描述。理解核心原则，在实践和应用非暴力沟通之前，需要理解其核心原则和技巧，这包括观察、感受、需求和请求等4个组成要素，以及倾听、共情和尊重等基本原则。识别日常场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面临各种沟通挑战和冲突。在实践和应用非暴力沟通时，可以识别这些日常场景，如家庭、工作、社交等，以及其中的沟通障碍和挑战。运用观察和感受，在实践和应用中，可以通过观察和感受来提高对他人和自己的理解。观察并描述客观事实，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感受，从而更好地理解沟通的背景和情境。识别并表达需求，在实践和应用中，可以识别并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同时尊重他人的需求。通过清晰地表达需求，可以更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期望，并与他人合作，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。倾听和共情，在实践和应用中，重视倾听和共情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倾听他人的感受和需求，并表达同理心和尊重，可以建立起更加良好和有效的沟通关系。解决冲突，在实践和应用中，学会有效的解决冲突是至关重要的。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的技巧，如倾听、理解和合作，可以促进冲突的解决和和解。持续练习和反思，实践和应用非暴力沟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反思。通过反思自己的沟通方式和效果，可以发现改进的空间，并逐步提高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通过实践和应用非暴力沟通，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更加积极、尊重和和谐的人际关系，解决问题，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和谐。